男人躲在被窝里冲了20几次，没把自己冲死，反而觉醒了异能，牛逼！张毅竖起大拇指，干嘛对自己这么狠？徐胖子支支吾吾地说道：“我妈走了以后，我自己也不想活了，但是我不敢自杀，就只好躺在床上，希望把自己饿死算了。这个愿望很容易实现，毕竟那时候我们家的食物也吃光了，躺在被窝里面还是很暖和的。因为一直没有饿死，就想着临死之前不如让自己再快活一把。过去我爸妈老是告诫我说，奖励自己多了伤身体，有损阳寿。可我都不想活了嘛，那就不在乎什么损伤，所以就奖励自己，奖励的稍微多了一些，冲的我都没有知觉了。然后在我失去意识以后，莫名其妙的就感觉到了身体的变化，那种感觉很爽，很奇妙。”张毅陷入了沉默。这尼玛，竟然有人是快要冲死的时候觉醒的异能，说出去简直都没有人相信。他也只能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缘，你以后只要好好跟着我干，我保证你吃好喝好，衣食无忧。张哥，我以后肯定跟着你好好干。张毅一脸严肃地说道：“末世很危险，你们徐家镇是天海市有名的粮食蔬菜重镇，以后可能会有人过来抢夺你们的粮食，你得当心。”徐胖子吞了口唾沫，不由得紧张了起来。是的，张哥，我记住了。徐胖子一步步沿着陆江的冰面往回走，张毅也开车回了云雀庄园。徐胖子回到村子里之后，兴冲冲地跑去找现任族长徐东堂报告喜讯。他本以为自己和张毅达成了和解，从今以后村子就安全了，不用担心面对张毅的报复。可是听完了他的汇报之后，徐东堂的脸色却变得阴晴不定。他沉默了半晌之后，才冷冷地对徐胖子说道：“谁让你自作主张的？”徐胖子本以为会得到表扬，而徐东堂的反应明显给他泼了一盆冷水。他有些不解：“六爷爷，可是我让咱们村子不用被攻击了呀？张毅的实力你也看到了，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抗衡的。”徐东堂冷笑了一声：“你还好意思说这件事情？昨天如果不是你临阵退缩，不敢出面，我们徐家会死那么多人吗？”徐胖子的脸色顿时有些发白，嗫嚅着不知道如何反。徐东堂继续说道：“要不是因为你三爷爷他会死吗？现在你私自跑过去跟人家谈什么和解，还觉得自己有多大的功劳似的？呵呵，你的脸可真够大的。”徐胖子觉得自己的脸上火辣辣的疼，内心也无比的失落。可是我答应过三爷爷要保护好村子啊，我们已经不能再跟张毅产生矛盾了，和解明明是最好的。住口！徐东堂猛然的呵斥打断了徐胖子的话。他威严地盯着徐胖子，长久以来的长辈威严让徐胖子不敢与他直视，那就是自以为是，自作聪明。现在徐家我是族长，你所有的行动都必须先请示我才行，不许你擅作主张。徐胖子低头不语，心里面很委屈，他觉得自己明明是功臣啊。就在这个时候，徐东堂忽然语气放缓，走过来缓缓拍着徐胖子的肩膀：“春雷啊，六爷爷知道你也是一番好心，但是你还年轻，做起事情来没有成熟的想法，因为你的缘故，已经让徐家损失惨重了。是我在族人面前力保你，他们才没有把你驱逐出村子。”徐东堂叹了口气：“以后你留在村子里就是为了赎罪，可千万不要再做傻事了，你只要乖乖的听村子里的吩咐就好，明白了吗？”徐胖子低着头没有说话。徐东堂加重了语气：“明白了吗？”徐胖子本能的腿有些哆嗦，无奈的点了点头：“明白了。”徐东堂这才露出满意的神色：“你先回去吧，记住，不许你再擅自行动。”徐胖子哦了一声之后，就一脸失落的离开了徐东堂家。看着徐胖子远去，徐东堂扶了扶自己的眼镜，喃喃道：“年轻人嚣张跋扈，不要以为自己有了点本事就能不把长辈放在眼里了。”哼！然后他就从口袋里取出手机，给村子里各分支的话事人发去消息：“张毅那边的事情你们就不用操心了，我已经联系过他，张毅同意跟我们和解，以后也不会威胁我们的安全了。”各分支的话事人原本还在担心张毅进攻过来，此时听了徐东堂的话，顿时松了一口气，齐齐称赞起徐东堂有能力。还得是六爷您啊，一出马就把那个混蛋给摆平了。张毅回到家里，发现两个女人还没有休息，而且支支吾吾，似乎有事情想对他说。“跟我说说吧，我希望咱们3个人之间不要有秘密。”张毅微笑着看向两人：“是不是你们在远方还有什么亲人活着，要接你们过去一起生活？”果然，杨幂神色明显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实，的确是我家里人联系到了我，他遇到了危险，希望我能够去救他。张毅，求求你帮帮我这一次吧，我现在就找到这么一个家人，我不想失去他。”周可儿也为了那个人凑过来：“张毅，我知道这件事情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但他是我们的亲人啊，如果让我们眼睁睁看着他去死，我们会内疚一辈子的。”张毅笑着看了看他们：“你们让我去救人，现在外面是什么情况你们不知道吗？我的信息已经暴露了，不知道多少人觊觎我手里的物资，还有这座超级庇护所。离开这里就意味着去外面冒险，我会为了一个陌生人做这种事情吗？”这时候杨幂又说了一句：“星星她的腿一直不好，这么冷的天气她在外面怕是坚持不了多久，一想到这里我的心都在疼啊。”张毅到嘴边的话忽然收了回去。星星，他记得这个名字，杨幂之前曾经提到过，她有一个堂妹叫杨星星，这个女孩就在天海市的一个贵族学校念书，18岁，人长得特别漂亮，而且是个顶级的黑客。18岁，美少女，顶级黑客。输入以上关键词进行检索，得到的结果是极品。张毅心里面激动了起来，现在他最担忧的就是网络问题。可是想在这种时候找到一个靠谱的电脑专家本身就不容易，关键是靠谱2字最难得。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如果进入这座庇护所，他绝对没办法放心。张毅立刻把原本想说的话咽回了肚子里，他忽然一把将杨幂和周可儿的手握在手里，深情款款地看着他们，叹了口气道：“好了，你们不要再说了，她既然是你们的妹妹，那就等于是我张毅的妹妹。如果她遇到了危险，我怎么能够袖手旁观？
全球冰封第61天，一个双腿残疾的女孩向杨幂发出了求救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断断续续，杂音也很大。我在学校食堂这边，很危险，带我离开。听到危险这2个字，周可儿与杨幂都非常紧张。张译追问道：“有什么危险？”猫，他们杀死。忽然从那头传来一声极为阴森恐怖的声音，那不是人类所能发出的嘶吼，凄厉无比，十分绵长。杨幂与周可儿更是吓得脸色惨白，急忙钻进张译怀里。紧接着，他们就听到电话那边传来混乱的喊叫声：“快跑啊！怪物！”一群人的声音里面充满了惊恐与绝望，而那个凄厉无比的声音也一直没有停下。张译甚至听见了肢体被撕裂的声音与骨头被啃噬的声音，这声音比他在岳麓区生存的时候听过的更加瘆人。噼里啪啦，咔，嘟嘟嘟，电话突然被挂断，只剩下忙音在焦急地回荡着。张译坐在椅子上，眼帘微垂，思索起来。原本以为只是去某个地方捞人这么简单，可现在看来，似乎还有更多的麻烦在里面。虽然事情可能有些麻烦，但是对现如今的张译而言，却不是一件难事。毕竟他现在可是有2个艺人帮手啊！把尤大叔喊过来，当坦克顶在前面开路。徐胖子是控场的法师，张译在最后面找准时机隐忍。如果遇到情况不对，他也能第一时间跑掉。况且现在的他的确是太需要一个顶级的计算机高手了。没过多久，徐胖子的电话就打了过来的。张哥，我已经过了江了，就在路边等你呢。徐胖子知道张译家附近都是陷阱，压根不敢过来。直到现在，那片雪地下面还埋着他2哥4弟6大爷呢。稍微等我一下，我马上就过来。张译挂上了电话，便对一旁殷勤望着他的杨幂和周可说道：“我要出发了，我离开的这段时间，为了保证你们的安全，你们先到地下室去待着。”杨幂傻乎乎地问道：“去地下室干嘛呀？这房子不是很安全的吗？”周可拉了拉他的衣服：“让你去，你过去就是了。”周可可太了解张译了，知道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消息是杨幂和周可提供的，救的那个人是他们的妹妹，所以有可能这是一场他们合伙做的局，故意骗张译上当。虽然从各种角度来考虑，这种可能性都微乎其微，但张译从来不会相信概率学，他只相信自己。杨幂感到莫名其妙，可还是跟着张译与周可来到了地下1层。张译把他们俩分别关进了合金打造的房间，用自己最高权限的钥匙把房门关闭。在他回来之前，没有人可以打开门放他们出来。这样的话，哪怕有人闯进来，也不会威胁到你们的安全了。张译微笑着说道。他临走的时候，给他们留下了足够的食物和水，里面有独立卫生间，也不需要为清洁发愁。白色的大雪已经将整座校区覆盖，除了几座钟塔和高楼的尖顶从雪面上浮现出来，这座占地面积达2000亩的顶级贵族学校彻底消失在地平面上。很难相信，在这冰雪覆盖之下的繁华校区当中，竟然还有人存活。这依赖于天青学院校舍的坚固以及建造时投入的海量资金。毕竟这个地方上学的孩子都是官宦巨阔资，他们为自己孩子建造的学校质量比公立学校好了100倍都不止。此时，学校里的一个体育馆中，还有一群学生在这里避难。雪层之下，空气稀薄，再加上连日来遭遇的恐怖事件，让每一个人都心力交瘁。刚刚照顾他们的老师去仓库找食物了，留下他们在这里休息。体育馆一角，一个长发少女坐在轮椅上，正低头怔怔出神地看着篮球场的地板。她的皮肤有些病态的白色，甚至比外面的雪更苍白几分。纤细的身形仿佛一阵风就可以吹倒，娇弱不堪。但是在那黑色的长发下面，却有着一张绝美的脸蛋。但是此时，这个天才黑客少女却显得有些孤独，她的身边只有一个多年的好友在，而其他同学都离他们远远的，不愿意沾上一点关系，甚至连看杨星星的眼神都带上了厌恶的神色。并不是因为杨星星做错了什么事情，仅仅是因为她双腿残疾，而且她还活着。如今人人自危，大家谁都不清楚暗中的恐怖生物何时会出现。身边有一个瘸子，就等同于是多了一个累赘。偏偏他们的老师又是一个极为重视师德的人，每次遇到危险，非得带上他。最开始，大家对杨星星还没有什么怨言，反而会关怀他，照顾他。可是随着人死的越来越多，他们从最初的100多号人变成了如今的40多人，大家的心态就产生了扭曲的变化。只能坐在轮椅上的杨星星，哪怕什么都没做，都被当成累赘。甚至一些人把朋友的死算在了杨星星的头上，别人都死了，凭什么你一个残废还能活着？会不会就是因为你的存在，才害死了大家？大家靠在墙边或者坐在体操垫上，开始了议论。一个少女缓慢的开口：“你们说我们还能活下去吗？”周围几个女生闻言，疲惫的脸上露出恐惧与无奈。另一个女生抱紧了自己的膝盖，颤抖着说道：“我们一定可以活下去的，一定可以。可是已经有太多人死了呀！”李慧敏、袁思思、赵欢、童思雅，一个个名字念出来，大家的心里都感觉冰凉无比。那些都是他们曾经的同学，也是他们眼睁睁看着死在面前的。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留着波浪卷的女生瞥见了轮椅上的杨星星，没有来由的一股浓浓的厌恶感从她的心头升起。那么多人都死了，为什么这个残疾人还活着？这个话题一开始就很难结束的。众人仿佛找到了发泄口，齐齐用愤怒的目光望向杨星星。每次逃跑都得带上他，真是麻烦死了。梁老师也真是的，干脆让他去喂怪物不就好了？就是啊，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他这个样子，说不定哪天就病死了。我看他就是扫把星，自己不死，反而一直拖累着我们。女生们的表情逐渐变得扭曲了起来，扭曲之中带着变态的愉悦。对杨星星的批评，让他们在这种绝望之中获得了快感。只要把一切责任都丢到杨星星的身上就好了，仿佛杨星星死掉的话，他们都能够活下来一样。
又或许他们只是单纯的在释放自己的恶意与恐惧。一旦有人开启了这个话题，周围的人也会连带着受到影响。我觉得他也是个累赘啊，要是他死掉的话，会不会大家不用那么辛苦？他死的话，怪物也不会放过我们啊。但是如果有下一次的话，我们把他丢下来引诱怪物好不好？那样的话，最起码他的牺牲也是有意义的。反正都这个样子了，他还在苦苦挣扎什么？哪怕活下去也是个废人吧。女生们议论的愈发肆无忌惮，她们的声音逐渐变大，最后脸上的表情都变得扭曲而癫狂。男生这边也有人在议论保护杨欣欣的必要性。我们保护她够久了，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吧。一个平头男生皱着眉头，要不下次别带上她了。这时候，一个背靠墙壁、烫着精致发型的男生无奈地说道：“我们说有什么用？梁老师每次都舍不得丢下一个人，结果呢？呵，人还不是越死越多。”就在这个时候，最开始议论杨欣欣的人中，忽然有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站了起来，她的脸上带着怪异的笑容，背着手，一步步走到了杨欣欣的面前，然后弓下身子对杨欣欣说道：“杨欣欣，拜托你赶紧去死好吗？你现在这个样子完全是个累赘，好恶心啊！”杨欣欣一下子呆在了原地，她茫然地睁着眼睛，两行泪水就这么直接沿着脸颊滑落。众人看到这一幕，并没有谁站出来指责张梦宁，反而是嘻嘻笑了起来。甚至有人拍起了手，觉得张梦宁做得好。张梦宁，你够了！大家都是同学，你怎么可以说这么残忍的话？一个留着短发、相貌俊俏的女孩走过来，迅速地挡在了杨欣欣的身前。她是杨欣欣最好的朋友陆可然，如果没有她一直推着杨欣欣的轮椅，杨欣欣早就死了。张梦宁捂着肚子，忽然猖狂地大笑了起来。哈哈，陆可然，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跟我这么说话？她的眸中闪过一抹鄙夷的寒芒，指着陆可然说道：“你这种特殊关照入学的人，也敢跟本小姐顶嘴？忘了你的身份吗？贵族学校当中，等级划分得更加严格。张梦宁是大富豪家的千金，而陆可然虽然家境不错，可放在天青学院只能算最底层。”陆可然脸一红，握着拳头说道：“你家里有钱又怎么样？现在这种时候了，你家里再有钱能就得了你吗？”张梦宁气愤地说道：“住口！不管什么时候，你和我们之间的差距都是无法抹除的。只要离开这个鬼地方，重见天日，我和你仍旧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眼神狠毒地望着杨欣欣，一边哈哈大笑，一边指着他：“杨欣欣，就是因为你拖累了大家，所以我们现在才死了那么多的同学，你就该赶紧去死，不要再苟活着了。”杨欣欣眼中泛着泪花，被张梦宁如此恶毒的咒骂，她没有一句反驳，只是低下头，任由泪花落在洁白的手背上。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一个留着长长马尾、长着一副公主般鹅蛋脸的女生站了起来，她慢条斯理地说道：“一个只能坐在轮椅上的残疾，的确会拖累我们大家。有了这两个女生带头，其他早就对杨欣欣有所不满的人，或者纯粹是想要看别人死的人，也开始指责起杨欣欣来。杨欣欣，你就别拖累我们了好吗？真的是，要不是梁月老师心软，我早就想丢下你不管了。拜托，你能不能自己找个地方死掉算了？”杨欣欣低着头，一句话都没有反驳，只是白皙的手背因为太过用力，已经浮现出了青筋。陆可然一个人挡在他的面前，努力为他争辩：“你们为欣欣做过什么？每次都是我在照顾她而已，你们不要把自己的绝经赖在别人头上。”张梦宁指着陆可然，嘲讽地说道：“陆可然，你真可怜，人家是门庭显赫的千金小姐，你不过是个特殊照顾入学的学生。要不是她身体有毛病，会跟你做朋友吗？我看她就是想使唤你，从你身上获得优越感罢了。别蠢了，她要是好好的，才不会搭理你呢。”陆可然气愤地说道：“才不会呢，欣欣她不是这种人。”杨欣欣低着头，什么话都没有说，只不过一群女生在她周围叽叽喳喳的，让她非常的难受。好吵呀，她低声说道。不过这句话早就被掩埋在了众人的争吵当中，女生们在这里嘲笑着杨欣欣，男生们则是在不远处看热闹，丝毫没有过来帮忙的打算。如今这种压抑的环境下，看别人被欺负，也可以让他们获得病态的快感。杨欣欣的手握了起来，正当她抬手向前的时候，众人的身后忽然传来一声异响，众人下意识的回过头去，然后就听到一声极为凄厉的惨叫响起。体育馆外3米高的金属窗被推落，一条5、6米长、黑乎乎泛着金属幽光的大爪子从里面伸了进来，那爪子扣住郑云聪的脑袋，非常轻松地拎上了高空。一张诡异的大脸出现在体育馆外，嘴角露出阴森的笑容。学院的操场上躺着几具不完整的尸体，我们会不会来得太晚？你要救的人已经死了。张毅把手枪握在手中，摆出了战斗的姿态，说道：“有危险！”一只巨大的黑色怪物静静地趴在雪地上，眼睛死死盯着他们。由于他半边身子在雪地中，张毅无法判断他的体型大小。但是张毅参观过恐龙博物馆，光是看这头怪兽的头颅和霸王龙的脑袋都差不多大。漆黑的身躯，浑身的毛发如同一根根钢针，琥珀色的瞳孔带着几分诡异的戏谑盯着他。如果没有猜错，他就是杨欣欣通话中听到的那种声音来源。张毅警惕地望着他，随时等候他的袭击。可是令他意外的是，那只怪物就这么死死地盯着他，没有袭击的意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正当张毅心中在思索时，徐胖子已经发动了自己的能力，漫天冰雪从雪面上被卷起，然后朝着那头怪物席卷而去。张毅顿时喊道：“不要！”可是他开口已经晚了，在雪地上是徐胖子的主场，他发动攻击只需要一个念头，暴雪从大地上涌起，
其中夹杂着许多厚重的坚冰，朝黑色怪物砸去。那头安静匍匐在雪地中的怪物发出一声瘆人的惨叫，然后身形如闪电般在白茫茫的雪地移动。好快！张毅的瞳孔猛地一缩。那黑色怪物的身体非常巨大，但是踩在柔软的雪地中移动，速度丝毫不慢，甚至可以说快若闪电。轻而易举地躲开冰雪攻击之后，他朝着徐胖子就冲了过来。野兽的速度果然不是人类可以比拟的。张毅毫不犹豫，直接以异能覆盖全身。通过空间系异能的加持，他的速度可以提升为2倍，只有这样才能应付那头怪兽的攻击。眼瞅着黑色怪物已经冲到徐胖子跟前，张毅的双手握着枪，迅速地开枪射击。砰砰砰砰砰，弹壳哗啦啦落地。张毅不敢节约子弹。黑色怪物的速度很快，但是在2倍速的能力之下，张毅还是迅速瞄准了他。穿甲弹打在他的身上，火花四溅，那坚硬的毛发都被打断了几根。他的动作减缓，发出更加愤怒的叫声，可看上去并没有受到太严重的伤。张毅忍不住倒吸冷气，这可是穿甲弹，竟然只是打断了他的皮毛。趁着这个间隙，刘大叔也冲了过来，他挡在徐胖子的身前，浑身的肌肉迅速的球起，就连个头都长高了几十厘米，变成一个身高2米的魁梧壮汉。古铜色的肌肤变成石头一般的黄色，然后对准巨大的怪物就是一拳，轰！这一拳正好砸在怪物的脸上。强悍的攻击让尤大叔脚底下的雪地出现了巨大的凹陷，冰雪迸溅开来。那头怪物的脸扭曲了快90度，巨大的身躯都忍不住踉跄的后退了几步。喵呜！怪物的瞳孔紧缩，发出了愤怒至极的吼声。张毅觉得这声音肯定是猫科动物，是猫还是动物园里跑出来的狮虎豹？无论是哪一种，都极度危险，因为猫科动物在同等体型之下几乎没有对手，幼类除外。毫不犹豫，直接收起手枪，换上了大狙。对付这玩意，手枪的威力根本不够看的，非得是狙击步枪才可以。冲锋狙的玩法固然没有手枪那么灵活，但是张毅的能力可以在不需要精确瞄准的情况下射中目标。黑色怪物眼中，面前是3个人，体操肉厚的尤大叔和徐春雷在一起，而10几米外则是张毅一个人。他自然选择了冲向张毅，决定先干掉一个再说。张毅手脚麻利的举枪射击，砰的一声，大枪的轰鸣震耳欲聋。裹挟着异能的子弹让这股威力更胜一筹。黑色怪物察觉到了危险，迅速的躲避，可是他的速度再快也快不过异能加持的狙击枪子弹。他的脸颊中了一枪，2排钢针直接被打碎，鲜血飞溅。黑色怪物怒了，忽然在雪地上蜷缩起身体，变成了一个浑身钢刺的大圆球，朝着张毅就碾压过来。我尼玛！张毅想不到这怪物还会这么玩。轰隆隆，巨大的刺球朝着张毅碾压过来，雪地都碎裂出了深深的裂缝。张毅的速度是绝对躲不开的，可是他也没有躲开的理由。次元之门开，张毅直接在自己身前打开了通向异空间的门扉。进攻虽然他很感兴趣，但防御更是他的强项。只要进入了异空间，无论你是什么生物，都要被静止的世界所束缚，慢慢熬到死。喵呜！那头黑色怪物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生物对于危机的意识是远远超过人类的。巨大的刺球在空中猛地一个拐弯，然后冲到了数百米开外。操，真是可惜，差一点点张毅就能把这个家伙给抓住了。他也想研究一下这种变异的生物与变异人有什么不同呢？徐春雷和尤大叔赶紧跑过来，与张毅站在一起，目光谨慎地盯着那头黑色怪物。张毅举着手中的狙击枪也是对准了他，不过张毅没有开枪，而那头黑色怪物朝这边凄厉地叫了2声，声音难听的让3个人想要捂紧耳朵。他好像在骂人，而且骂得非常难听。几个人的脸上露出无语的表情。黑色怪物没有再进攻，他也意识到眼前这3个人并不好惹，所以他谨慎地一步步后退，然后突然扭头往后面跑。不久之后，他竟然突兀地消失在了雪地里。他哪去了？尤大叔看得目瞪口呆，那么大一只怪物竟然一下在眼前消失了。徐胖子惊愕地说道：难不成他也掌握着空间系的异能吗？张毅缓缓放下手中的枪，说道：不像是，如果他有这种能力的话，刚刚就应该使用出来了。张毅对于空间的异动非常敏感，他能感觉到那家伙已经逃远了。几个人小心地走到黑色怪物消失的地方，果然他们在雪地上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洞穴，一直通向雪地深处。原来是有地洞啊！尤大叔说道：有这玩意在附近，我们想要找到人怕是会很麻烦。徐胖子双手抱胸，一脸的认真。可是如果这怪物一直在附近的话，学校里不应该有活人才对。张哥，你得到的情报真的准确吗？徐胖子的怀疑不无道理。别说普通人了，即便是他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都差点被那只黑色怪物秒杀。而且以那种体型来看，所需要的食物量也非常巨大，起码是普通人的几10倍。除了吃学校里的人，徐胖子想象不到他如何存活至今。可是张毅并不这么认为。有一件事情你们刚刚没有发现，这个家伙一开始没有想伤害我。张毅看向徐胖子，如果不是你突然对他出手，激怒了他，或许现在不会是这种方式收尾。徐胖子一脸懵逼，啊，是我惹怒了他吗？可是人家当时害怕极了。张毅回忆起那个怪物的眼神，总觉得他有一种灵性，不像是完全失去理智，只知道猎食的怪物。变异有可能让他的智力提升到很高的层次，甚至不弱于人类。而且那通电话，我的确听到了杨星星的声音，这总不可能是怪物做的。他走到那个巨大的地洞跟前，往下面望了过去。地洞很大，哪怕是开着车子进行都没有问题。而怪物需要通行的话，钻出来的洞穴正好为里面带来了流通的空气，这或许就是他们没有被憋死的原因。张毅思索了许久，才做出了一个决定。走吧，我们从这里下去看一看。什么？
从这里下去。徐胖子吓了一大跳，万一再碰到那个怪物该怎么办？下面可是他的地盘啊！张毅深深看了徐胖子一眼，你要不要再好好想一想你在说些什么？徐胖子被张毅看得有些不知所措，张毅无奈地深吸了一口气，你小子是不是忘了自己的能力是什么了？你特么的一个冰雪系能力者，竟然害怕在雪中战斗！徐胖子恍然大悟啊，也是哦，凭他的能力，越是冰雪多的地方，他的战斗力就越强，哪怕是深入雪地之中，那头怪物赶来袭击的话，分分钟就能被徐胖子用数万吨重的积雪活埋。徐胖子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刚刚有点被吓傻了，嘿嘿。张毅也没有再批评他，他们3个人当中就属徐胖子实战经验最少，而且论胆子，他也是最小的那个。以后经历的战斗多了，他的实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强。异能的强悍与否不是决定战斗力的绝对因素，头脑、胆量乃至运气都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徐春雷的能力打底，再有张毅的绝对防御和由大叔这个坚实的肉盾牌，他们并不畏惧在地下遇见那只怪物。张毅把2辆雪地车收入了一空间，3个人沿着怪物制造出来的洞穴一跃而下。落到地面之后，才发现雪地之下的世界四通八达。天青学院体育馆，一个女人手握一把唐刀，正在跟变异猫战斗。一股淡淡的蓝色烟雾从她身体当中缓缓散出，她左手握住刀鞘，右手握住刀柄，一声大喝，人已经如闪电般杀到黑色怪物的跟前，白色的刀芒划过半空，对准怪物的脖子就斩落而下。此战，梁月已经把所有的力量都燃烧了起来。这是一场孤注一掷的战斗，如果赢了也是惨胜，但是他和学生们都能活；如果输了，他先死。刀光闪过，大片的毛发被斩落，叮叮当当落在地面上。噗嗤，怪物的脖子上出现了一道1米多长的口子，鲜血飞溅，怪物吃痛，迅速后退，同时发出暴怒的吼声。梁月已经放弃了防守，用以命搏命的方式和怪物对攻。怪物退后10米，他的身形却如同鬼魅一般贴身靠近，刀光凌空劈下。从梁月的目光当中，怪物也感受到了这个女人必死的觉悟。喵呜，他的吼叫声更加的凄厉，不得不开始防守反击。梁月的唐刀攻击力极为惊人，他练习的是杀人技，无论是国术、居合、马家术还是泰拳等都有练习，一人精通300多种武术，学百家技，只为追求最强大的战斗技巧，毫无花哨，只有攻杀。一人一怪在外面打得天昏地暗，雪墙崩塌，墙壁上都被砍的都是恐怖的裂痕。体育馆内的学生听到外面可怕的动静，一个个吓得不敢动弹。他们看到墙壁上出现一道又一道的裂痕，有刀砍出来的，也有锋利如刀的怪物爪子抓出来的。他们现在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够在心中暗暗祈祷梁月老师胜利，那是他们活下去唯一的希望了。就在梁月和黑色怪物打得正激烈的时候，张毅3个人顺着他们的动静终于找了过来。张毅、刘大叔还有徐胖子3人的出现顿时引起了一人一怪的注意。梁月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不是学校里其他的幸存者，一定是外界过来的。他的眼睛里亮起了希望的光芒，从外界过来的人一定是来营救他们的。毕竟这所学校里的学生非富即贵，父母都是拥有权势、地位和财富的人。他对张毅3人喊道：“快！过来帮我对付这头怪物！”徐胖子闻言，当即就抬起手准备出手，可是他的手却被张毅给按住了。先等一等！张毅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的女人，好凌厉地刀法，如果不是从小习武、苦练杀人的技艺，是无法拥有这种战斗技巧的。眼前的女人和电视上那种打闪电5连鞭的所谓大师不同，是真正的高手。最关键的是，她那恐怖的力量、速度，明显不是普通人。又一位艺人，而且是战斗力非常强大的艺人。张毅无法分清楚他是敌是友，关键是他来这里是找人的，不是来救与自己不相关的人的。那头巨大的黑色怪物也非常强悍，贸然出手，自己3人可能会面临风险，没有这个必要。于是张毅冷淡地说道：“不用出手，看他的样子应付起来并不困难。走，我们去救人。”张毅说着就朝体育馆走去。徐胖子愣了一下，挠了挠头，觉得张毅说的也有道理。他也是看对方年轻漂亮，所以下意识想帮忙。可仔细想来，他和那个女人也不熟，万一他贸然上去帮忙，人家来一句：“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有男朋友了。”那得多尴尬啊！我还是不当人家嘴里的虾头男了吧。徐胖子无视了梁月的求助，跟着张毅走了。刘大叔看到梁月的刀法，心中也是有些畏惧。他在部队里经过训练，也会打一套军体拳，可是看到梁月，他都觉得2人放对，倒下的一定是他。这是个危险的女人，还是保持距离好了。刘大叔善良，但也不是圣母，见到梁月没有生命危险，就决定先跟张毅过去找人。砰！体育馆的大门被猛地推开，挡门的那些器材根本拦不住人形泰坦尤大叔。张毅迈步走了进来，目光扫向体育馆里面的众人。同学们吓得差点尖叫出声，可是看到进来的是3个人类之后，心里面才踏实了一些。张毅很快就找到了那个坐轮椅的女孩，他看过杨欣欣的照片，认出了她来。还好你还活着。张毅松了一口气，如果他坚持不到自己过来就死掉的话，他可就白费功夫了。张毅迈步往前走过去，这个时候吴成宇却整了整自己的头发，理了理蓝色的私人定制校服走过来。你们是从西山基地过来的吗？是不是我父亲的命令？西山基地那是什么地方？张毅的眉头微微一皱，这个名字他还是头一回听说。吴成宇见他们全副武装，把他们当做了避难所组织里面的武装人员，他背着手微微一笑，我叫吴成宇，我的父亲是天海市 CZ 局局长吴建国，我想你们应该很熟悉他的名字。说实话，吴成宇的样子有些好笑，虽然他的发型是花了10几万做的，身上的私人定制校服也价值不菲，但是这特么都没事1个多月了，没洗过澡也没洗过衣服，他看上去可能比乞丐就稍微强那么一点点，还跑到这里摆出公子哥的谱，实在是惹人发笑。张毅笑眯眯地问道：“你对西山组织很熟悉吗？”他想套一些那个西山组织的情报。吴成宇愣了一下，
他错愕地看着眼前的3个人，你们不是从西山来的，那就是其他避难所的人吧？奇怪，这里明明距离西山最近，没道理让你们过来啊！其他避难所，也就是说天海市有多个避难所吗？张毅听说天海市的应急避难场所有几百个，但很明显不是吴成宇说的那种。看样子天海市的确存在级别更高的避难所，而且起码有多个存在。张毅不动声色地说道：“你对避难所还了解多少？”吴成宇察觉到有些不对劲了，如果这些人是过来救自己的，不应该问这么多才是。你们不是从避难所来的？说实话，我也了解不多，只是知道有这么一些地方而已。他咬了咬牙，只可惜当初雪灾来临，谁都没想到会变得这么严重，否则的话，我现在已经过去了。吴成宇没有了价值，张毅越过他，直接朝着杨欣欣的方向走过去。其他学生发现张毅几个人不像坏人，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由大叔和徐胖子围了过来。我爸爸是崇明集团董事长王崇明，你带我出去，要多少钱我爸爸都会给你的。我爸是李刚，我妈张翠云，你们应该知道这2个名字在天海市意味着什么。带我离开这里，你要钱我可以给你钱，你想当官我也可以让我爸妈给你运作。张毅一步步来到杨欣欣跟前，缓缓蹲了下来，抬头越过刘海，看着她漂亮的眼睛。你是杨欣欣对吧？杨欣欣点了点头。张毅温柔地笑道：“我叫张毅，是你姐姐杨幂和周可儿让我过来救你的，跟我离开好不好？”好。杨欣欣没有丝毫犹豫，回答的简单而干脆。张毅点了点头，那好，跟我走吧。请等一下。杨欣欣忽然开口说道。张毅歪着脑袋好奇地看着她，怎么了？还有什么事情吗？杨欣欣看向外面，冰雪长廊当中战斗仍然在持续，乒乒乓乓的金属撞击声让人心跳加速，难以安心。能不能请你阻止他们继续打下去？我怕他有危险，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杨欣欣诚恳地望着张毅，她的眼神无比的清澈，好看的像是一对宝石。什么忙？千万不要太复杂，比如说救下你们全班同学之类的。杨欣欣看向外面，冰雪长廊当中战斗仍然在持续，乒乒乓乓的金属撞击声让人心跳加速，难以安心。能不能请你阻止他们继续打下去？我怕他有危险。张毅也看向走廊，听着外面的动静，战况正激烈，尚且没有发生一面倒的情况，只是阻止他们就可以了吗？杨欣欣点了点头。张毅3人来到走廊上，梁月与黑色怪物的战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地面上零落了成片的钢针，都泛着黑色的幽光。张毅用戴着防割手套的手捡起2根，收入了自己的异空间。回去之后，他有时间会研究一下。胖子，动手！徐胖子得到命令走上前去，双手朝着梁月和黑色怪物发动了自己的异弩。咔嚓，冰雪长廊的周围忽然出现了巨大的裂缝，梁月瞳孔猛地一缩，迅速的后退了几步。下一刻，头顶上方的冰雪就发生了大面积的坍塌，数百吨的冰雪落下，把长廊完全给堵死了。梁月的前方，黑色怪物消失不见，一人一怪之间隔着大量的冰雪，根本过不去。梁月气得浑身都在发抖，转过头怒视着张毅和徐胖子：“你们！”徐胖子吓得赶紧躲到张毅身后。张毅却笑眯眯的右手放在扳机上，对他说道：“不用谢，大家都是人类，互相帮助是应该的。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要不了多久我就和那只怪物分出胜负了，这是我最后的机会，错过了这一回，下次他就不会再中计。为了这一次的决战，他可是赌上了自己的一切啊，燃烧了自己所有的体能，就为了殊死一战。这一回杀不掉那怪物，结果只会是他和学生们被狡诈的怪物一个个杀死。他恨透了张毅。张毅一脸的无辜。哦，这样啊，我只是想来帮帮你，怕你输给那只怪物而已。他说着，还伸手指向教室里的杨欣欣。如果不是你的学生担心你受到伤害来求我，我也懒得出手。梁月咬牙切齿，眼睛里的神色仿佛恨不得把张毅给咬死。你这个混蛋！他怒不可遏，拎着刀就朝张毅冲了过来，那速度如同风驰电掣，绝对不在黑色怪物之下。见到他出手带着杀意，张毅迅速收敛起笑容。明明那么漂亮的女人，生气的样子可就不好看了。说话的同时，他双手举起了黄金沙鹰，砰！巨大的后坐力让张毅的肩膀都在震颤，但是这裹挟着异能的子弹威力的确巨大。电光火石之间，张毅看到了令他错愕的一幕。那鬼魅的道光在半空中舞出一道扇形的残影，随着啪的一声，两边的墙壁都出现了弹孔。他竟然徒手把子弹给劈开了。居合斩的顶级达人可以劈开时速820公里的网球，而拥有异能加持的顶级国术高手梁月竟然连子弹都劈得开。刹那之间，梁月已经持刀来到张毅的近前。居合斩的顶级达人可以劈开时速820公里的网球，而拥有异能加持的顶级国术高手梁月竟然连子弹都劈得开。刹那之间，梁月已经持刀来到张毅的近前。张毅嘴角露出一抹笑容，次元之门在身前打开。梁月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但是他的速度太快了，根本来不及躲闪。唰，梁月直接消失在了次元之门内。张毅心中数了2秒，立刻打开次元之门，又把他给放了出来。仅仅在异空间待了2秒钟，出来之后的梁月就如同虚脱一般，直接瘫倒在地上。刚刚那是什么？梁月大口的喘着粗气，眼睛里满是恐惧。在和怪物大战的时候，他就已经消耗了绝大部分的力量，连日来的进食不足和精神疲惫让他再也支撑不住，瘫倒在地上。张毅摊了摊手，我好心好意帮你，你却对我拔刀，哎，真是个难以理解的女人。他说着，走到梁月的跟前，把她那把非常漂亮的唐刀一把夺过来，拿在手中。为了防止你随便生气，这么危险的东西还是我替你保管吧。这把刀竟然能够劈开子弹，显然是极品武器，当然得自己留着。梁月气得死死瞪着他，仿佛要吃人。你把龙明还给我，自己看得比生命还珍贵的宝刀就这么被人抢走。梁月差一点背过气去。好了好了，
别生气，气大了伤身。那个，来2个学生，扶你们老师过去休息休息。旁边的几个学生这才敢走过来，把梁月扶到一旁。梁月靠着墙坐着，身体虚弱无比，怕是连站起来都费力气。他只能瞪着张毅，用毫无威胁力的语气说着狠话：“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来这里的目的又是什么？”张毅的目光望向杨欣欣，说道：“我受他家人的托付，过来带他离开。离开。”梁月和其他学生的眼睛里面露出希冀的神色。那你能不能也带我们走？这里太危险了。你看到那只怪物了吗？他已经吃了我们学校几百个人了。开什么玩笑？40-50号人让张毅救他们，4-5个人张毅都懒得搭救。这些人从小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过去的20年活得比许多人65年都要精彩。这群小少爷、小公主，谁要是救了回去，就等于是给自己添麻烦。我只是来带走杨欣欣的，其他人就算了吧。张毅说着，就打算去带杨欣欣走。有人发现张毅不打算带他们离开，所以几个学生悄悄靠近杨欣欣，然后一把将他挟持住了。你必须带我们都走，否则的话，我们就掐死他。张梦宁恶狠狠地盯着张毅说道：“你要是不带我们一起走，那大家都别走了。”张毅装作漫不经心回头的瞬间，他的双手已经换上了更容易操控的警用手枪，砰砰砰砰，连续4枪。张毅毫不犹豫地直接出手。杨欣欣旁边的4个学生脑门上无一例外出现了血洞，他们错愕地望着前方，下一刻意识就彻底消散了。扑通，4具尸体倒在地上，死不瞑目。周围的学生们哗啦一下全部散开，躲避张毅如同躲避野兽，看着他的眼神全都是深深的畏惧。梁月气得瞪大了眼睛，指着张毅：“你竟然杀这些孩子！”张毅嗤笑道：“一个个看着也不小了，甚至知道拿同学的性命威胁别人，你管这叫孩子？”张毅才不顾他们的道德绑架，手里拿着枪走到杨欣欣的跟前，看到地上的那些死人，杨欣欣的脸上竟然没有太多的波动。梁月还在斥责张毅的冷血无情，又祈求他带走这些学生。张毅理都懒得理他，走吧，我带你回家。他朝杨欣欣伸出手，杨欣欣水蓝色的眼睛里头一回出现了波动。他点了点头，把手递了过去。那个，你能不能带上我的朋友？张毅挑了挑眉，一个吃白饭的，他似乎不是很需要。杨欣欣说道：“他和我一样，都是天青学院特殊录取的学生。特殊录取又是个什么意思呢？”张毅笑着询问。杨欣欣解释道：“这里的学生只有2种人，一种是达官显贵家里的子女，还有一种则是为了给学校争取名气，特殊录取的天才。后者需要常年参加各种国内外的比赛，然后获奖，为学校增添知名度。可然他是机械方面的天才，在这个领域不输加州理工的工程学硕士。”他摸着身下的轮椅，这辆轮椅就是他为我量身定制的，用了那么久都没有任何问题。杨欣欣极力向张毅推销他的好友。张毅闻言不禁多看了陆可然一眼，这个留着短发的姑娘看起来体格也很不错，有好的体能才能做一个合格的机械师。张毅问道：“你都会做些什么？”陆可然眼睛一亮，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他赶紧说道：“我对于车辆的设计维修非常擅长，而且对于枪械也有所研究。如果您带我回去的话，我可以为您改造汽车和枪械，并且我出于兴趣学习过锻刀的技术，如果条件合适的话，为您打造冷兵器也是可以做到的。”张毅一拍手：“行，那你跟着一块过来吧。”杨欣欣和陆可然没有再说什么，跟着张毅几个人离去。他们走出了一段距离之后，缓过气来的梁月艰难地站了起来，跟着他们走。我现在元气大伤，那只怪物也好不到哪去，趁着现在他不敢再出来，我们跟上他们，最起码可以找到离开这里的路。于是2名女生走过来，搀扶着梁月，一群人就跟在张毅他们后面往外走。之前他们不是没有考虑过离开，可这雪地之中的洞穴四通八达，都是被那怪物钻出来的，他们根本找不到哪条路是离开下面的。有张毅几个人带路，他们就不怕走丢了。来的时候，张毅做的记号此时派上了用场，他们沿着墙上的记号返回了雪地之上。没过多久，梁月等人也从雪道里面爬上来。我们接下来该去了。一个女生满脸茫然地问道。虽然从地下上来了，可是举目望去，周围都是皑皑白雪，在下面的时候起码还有个地方住，还有东西吃。现在呢，什么都没了。吴成宇走了出来，微笑着打开自己的手机，接下来就看我的吧。到了外面就有信号了，他要联系自己有权有势的老子，派人过来接他们去西山基地。回去的路上，杨欣欣和陆可然坐在温暖的车里，脸上逐渐露出舒服的表情。张毅看了一眼后视镜，开口说道：“欣欣，你可真厉害啊！”杨欣欣的表情有些奇怪：“哥哥，你是在说我吗？我哪有啊，一直都是大家当中的拖累。如果不是可然一直保护我，我怕是早就已经死掉了。”张毅淡淡一笑，对杨欣欣的话不置可否：“是这样的吗？可是我觉得还是你更厉害一点。”哥哥，你为什么这么说呢？杨欣欣满脸的好奇。陆可然也把脑袋探过来，不明白张毅这么说的原因。张毅平静地解释道：“你自幼患有小儿麻痹症，双腿无法移动，只能坐在轮椅上。但是在那头怪物的威胁之下，你竟然能够活到现在，还不够厉害吗？”没等杨欣欣解释，张毅又继续说道：“你可能想说是运气比较好，或者有后面这位姑娘的保护，但是1个多月的时间，那只怪物的袭击少说的有10几次吧。1次是运气，2次是运气，3次5次就有些诡异了。而你能够活到现在，我觉得这绝对不是巧合。”张毅笑眯眯地看了一眼旁边的杨欣欣：“我说的对吧？”杨欣欣那纯洁的脸上单纯的笑容缓缓消失。“哥哥，你真的很聪明啊，怪不得可以活到现在，而且还能养活那2个笨蛋姐姐。”杨欣欣脸上的笑容变得有些病态，整个人的气质瞬间发生了变化，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陆可然瞪大了眼睛：“你们在说什么？”张毅笑了笑，倒也不是我多么聪明，只是从一个外人的角度来看，有太多巧合的事情了。尤其是刚刚你们老师在跟怪物战斗的时候，你跟我说的是去阻止他们的战斗。如果你想要保护的是你老师，理应让我去帮他杀掉那只怪物才对。可是你没有那么做，说明你想保护的不是你的老师，而是那只怪物。所以根据以上2条猜测，那只怪物一直都是你在养着。我猜的没错吧？听完了张毅的话以后，杨欣欣的嘴角勾起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哥哥，你真的很聪明啊。
事情让你猜到了6、7成。不过人家可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坏。杨欣欣拢了拢自己的头发，露出白皙修长的脖颈。我并不是花花的主人，也没有让他去杀害同学和老师，只不过他的确一直都在保护着我。陆可然听到杨欣欣称呼那怪物花花，顿时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花花，它是你之前一直在喂养的流浪猫。张毅静静地等待杨欣欣给自己一个解释。对于那只变异的怪猫，他其实也非常感兴趣，因为他来到天青学院上层的时候，并没有办法迅速确定杨欣欣的位置，而那只怪物的出现，仿佛是故意在给张毅带路一般。如果不是徐胖子主动攻击激怒了他，他也没有袭击张毅的打算。这么聪明而且强大的变异种，如果可以收服，那简直是完美。毕竟动物可比人类的忠诚度高多了。杨欣欣看着远方，在陆可然错愕的眼神中解释起事情的来由。原来那只怪物是一只流浪猫变异而来的。杨欣欣由于小儿麻痹症的缘故，没有办法自由的活动，因此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宿舍里。至于课业这方面，本身他就是世界顶尖的计算机天才，天青学院的老师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教给他的。他除了电脑之外，唯一的爱好就是到宿舍楼的后面去喂养一只叫花花的流浪猫。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培养出来的感情，让我和花花的关系特别亲密，所以他才一直都没有攻击我。陆可然常常呼出一口气，怪不得，虽然每次他来的时候都会吓我一跳，但是从来没有攻击过我们，我还以为是咱们运气好呢。张毅却并不接受杨欣欣的这番解释，事情恐怕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吧？他只是单纯出于感激不攻击你那么简单吗？他看了一眼杨欣欣，玩味的说道：“那他去给我们带路，没有对我们发动攻击，也是出于本能喽。”杨欣欣笑眯眯的说道：“哥哥，你的观察力真够仔细的，果然什么都瞒不过你。不错，花花变异之后异常的聪明，能够听懂我的话。其实是我告诉了他会有人过来接我离开，让他不要伤害你们的。只是没想到，哥哥你们这么厉害的。”张毅瞥了他一眼，也是你让他杀死那些同学的喽？这一点倒没有。杨欣欣笑盈盈的说道：“虽然他们当中有很多讨厌的家伙，可是我还没有恨他们到要杀死他们的地步。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会死，仅仅是因为有些人过去曾经虐待过花花，以及花花需要填饱肚子。”说到这里，他的目光慢慢变得阴翳起来。可是后来情况就变得不太一样了。哥哥你不知道，有些人多少次觉得我是累赘，想要丢下我去阻止花花，他们甚至会故意推翻我的轮椅，或者把我推出去。杨欣欣的笑容逐渐大声，真是笑死我了。他们怎么会知道花花是不会伤害我的呢？所以我一次次都活了下来，他们心中对我的恨意也就越深，因为他们意图谋杀过我，所以我只要活着，他们就会感到强烈的不安，就会意识到自己有多么邪恶。正因为如此，他们更迫不及待地要我死了。陆可然听到这里也陷入了沉默。那段时间他和杨欣欣出了多少事故，他是最清楚的，只是人单力薄，他根本没有办法反抗。至于老师梁月，他已经很努力地在保护好大家了，可是他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不可能兼顾每一名学生。原来是这样，好多次我都认为咱们死定了。陆可然的声音有些低沉，杨欣欣抚摸着手中的瓶子，像是在抚摸一只猫咪那样。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这些人死了才好。他抬起头看着张毅，满脸的阳光灿烂。所以哥哥后来花花一次次戏弄他们，一点点杀掉他们，的确跟我有关系。你会觉得欣欣残忍吗？全球冰封末世降临63天了，为什么你之前没有给你2个姐姐发过消息，偏偏是最近才做？而且在大雪之下那么深的地方，信号问题你又是怎么解决的呢？杨欣欣掩嘴扑哧一笑，哥哥，我好歹也是一个世界顶尖的黑客，信号这种问题自然好解决，更何况还有花花帮我的忙。至于发消息联系你们的事，他睁开眸子，露出一抹狡黠的光芒。我可没有打算联系蠢笨的姐姐，从一开始我的目标就是你啊，你的目标是我。这句话怎么讲？我之前跟你也没有过接触吧？杨欣欣语气轻缓地解释道。我原本以为那个笨蛋姐姐已经死掉了，毕竟以她的智商和能力，混一混娱乐圈还行，救人她能自保就不错了，因此我不会把活着的希望寄托在她的身上。后来我的手机就接收到了从外界传来的消息，她从衣服当中取出了自己的手机，那是一部张毅从没见过的手机，不清楚品牌，更别说型号了。它的性能不输普通的超级电脑，只要稍稍一分析，就能够查到关于哥哥你所有的资料。他歪着脑袋打量着张毅英俊坚毅的侧脸，欣欣真的好崇拜你啊，哥哥。明明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仓库管理员，却能够在末世之中做到这种程度。张毅的后背有些发凉，他喵的，信息化高度发达的现代，一个顶级黑客想要搞到你的信息，简直不要太容易。你对我了解多少？张毅不太放心地问道。几乎是全部了，杨欣欣一脸自信地说道。只要是网络上能够找到的，我动动手指头就可以查到，包括你之前涉入沃尔玛华南仓失窃案，包括你银行卡的转账记录，还有你在岳麓小区杀了那么多邻居的事。他的双手忽然捂住脸，小脸红扑扑的，眼睛里都是痴迷之色。看了你的故事之后，欣欣真的很着迷啊，这特么原来是个病娇啊，被一个美强惨的病娇盯上，让人有些后背发凉，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张毅吸了一口凉气，然后说道，所以你知道我和杨幂、周可儿住在一起，就利用他们联系到我，是这样吗？杨欣欣点了点头，就是这样。虽然不知道哥哥你会不会来救欣欣，但是你不来的话，欣欣也一定会去找你的。不过你真的来救欣欣了，欣欣好开心呀。他说着，轻轻伸出手抓住了张毅的衣角，然后羞得红了脸。张毅有些无语，他以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当中，没有想到却落入了别人的设计。这个美强惨的小姑娘太有心机了，这样的人一定得留着，做队友一定比做敌人要好。那个欣欣啊，我想问一个问题，你和那只妖猫关系那么好，它会完全服从你的命令吗？杨欣欣闻言，一根青葱玉指放在嘴唇前想了想，然后摇了摇头。哥哥，你没有养过猫吗？猫这种动物啊，只可以当朋友，谁对它好它就会跟谁亲近，可是想要做它主人的话就太难了，尤其是流浪猫。张毅无奈地揉了揉自己的脑袋，这样那可就有些难办了。他本来还指望着能够收下一个好用的战斗力呢。他通过后视镜看向后面，在茫茫大雪之中，似乎有什么东西跟了过来，他没有看见，但是直觉告诉他，一定是那只强大的变
变异猫，一行人回到了云雀庄园。张毅为了感谢王胖子，又送了他一包食物以及一个限量款的鹿木原香抱枕。王胖子兴高采烈，高兴的当即抱着抱枕不肯撒手。至于尤大叔，张毅则是取出2大桶成品油让他带回去。尤大叔也没有推辞，他的能力不像张毅获取物资那么方便，汽油的确是他所需要的东西。今天就辛苦2位了。张毅笑着说道。尤大叔和徐胖子笑着离开，并且表明以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联系。在舒适的客厅里，张毅微笑着望向陆可然，就像一个温柔的邻家大哥哥。你是机械领域的高手，我想问一下，如果让你制作武器弹药，你会不会？陆可然挠了挠脸颊说道。其实枪械并不难制造，但是需要有一些专业的机械设备才行啊。而且弹药这方面需要用到的材料不是市面上能够买到的。张毅打开一空间，将自己当初从仓库区域捡回来的一些钢铁企业的机械设备都给取了出来，什么数控机床之类的玩意，他虽然不熟悉，但也知道那些玩意是做什么用的。张毅问道。你看看这些东西用得上吗？不够的话我这里还有，实在不行我出去搜刮几个钢铁工厂，把你需要的器械设备给你找回来。陆可然看到面前的一大堆尖端机械设备，眼睛里直放光啊。这些设备造价极高，很多都是进口货，一台的价格最少都得几百万，甚至还有上千万的高端货。没问题，有了这些东西就足够了。陆可然兴奋地说道。虽然有些设备用不上，但是我可以把零件拆下来进行改造。作为一个机械领域的天才，他的动手能力可是超一流的。张毅闻言点了点头，又给了他一些工具。你先试着把设备给整理好，回头我需要什么设备你再帮我打造。至于弹药的材料，那相对来说就更加简单了。他的异空间里面有的是化学材料，火药什么的更难不倒这位机械领域的天才。大型的枪械张毅并不缺，可是他缺少的是子弹以及消音器，尤其是他那把大狙，声音太大了，每次开枪的时候都造成太大的动静，不利于音人。陆可然举起自己的胳膊，拍了拍手臂上白皙匀称的肌肉。大哥你放心吧，这些事情就交给我好了。张毅看着眼前热情似火的姑娘，心里面乐开了花。原本以为是买一送一的，没想到给了她很大的惊喜。对了，你既然是搞机械的，对于材料一定很了解吧？给我看看这玩意。张毅从异空间取出那把从梁月手里抢来的唐刀，递给陆可然看，是不是什么上古神兵？我当时拿走它的时候，你们老师的眼神仿佛要跟我玩命一样。陆可然对这把刀可太熟悉了，他接到手上，目光炽热地拔出来看了一眼，刀身只露出半截，就有森然的寒光闪现，并且还有清脆的刀鸣声传来。这就是梁老师的宝刀啊！我终于能够亲手接触到它了。陆可然的目光有些炽热地看了好几遍，像是在欣赏一件稀世的珍宝。许久之后，才恋恋不舍地把刀收回刀鞘，还给了张毅。他对张毅说道：“这把刀名叫龙明，是华国最厉害的铸剑大师袁林亲手铸造。这可不是什么古代工艺品，而是正儿八经的现代冷兵器的巅峰之作。采用的金属叫艾德曼合金，据说是目前世界最坚硬的金属，甚至可以劈开钻石。这种金属是10年前才被研制出来的，本来是打算应用于部队的武器制造，可是由于制造成本过于高昂，材料也极为稀少，就被军火公司淘汰了。可是有些人将其应用于冷兵器的打造，便得到了这种无坚不摧的宝刀。”陆可然指着张毅手中的那把，这一把名为龙明，据说是梁老师给华国那位夫人做保镖的时候救过他一次性命，然后被赏赐下来的。对梁老师而言，它象征着无上的荣誉，所以一直把它看得比命还重要。张毅看着手中的龙明，目光也变得炽热起来。怪不得靠着它，梁月能够跟猫妖对砍，普通的刀剑怕是早就卷刃了。好东西，我就替你们梁老师收下了。吃完了饭，几个人在沙发上休息，顺便看着电视。如今能看到的，除了之前存储好的影视剧，就是世界各地的官媒新闻内容，国内的基本上直接被忽略，没有多少有价值的情报。看着看着，客厅里面的气氛就变得古怪了起来，因为今天的新闻里面，他们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却也同样令人非常不安的消息：雪灾降临1个多月，至今并没有停止的迹象，气温持续寒冷，全球大部分区域之间的连接性开始断裂，由此而导致的物资争夺愈演愈烈，尤其是发生在国与国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极端恶劣的天气导致全球多个区域的官方失去了控制力，而大部分拥有武装的组织崛起，并开始利用武力控制资源与幸存的人类。这样的消息无疑让人感觉到非常压抑，因为这也就意味着世界正式进入了无秩序的时代，那么武装力量也就会失去制约。这一下子可就有点糟糕了。张毅双手抱胸，喃喃说道。杨幂有些不理解，混乱不是早就降临了吗？只是我没有想到会变得这么可怕。他心中轻声一叹，原本还想着世界恢复原状，他继续做那个万众瞩目的明星，现在他基本上不敢抱有这个念头了。不一样的，张毅说道，过去的时候，即便是一些拥有武装力量的组织想要做些什么，但最起码他们还是会对更高层的力量有所忌惮。可是持续了1个多月的极寒天气，意味着冰河时代短时间内不会过去，这样的话，各地的武装力量就不用担心被清算，那他们做事就百无禁忌了。倒也不会完全如此。张毅看了一眼杨欣欣，最强大的武力依旧还是归属于最高层的，只是由于极寒天气，他们无法及时有效地掌握其他区域，所以导致各地出现了类似军阀的势力。除非是末日过去，否则这种现象将会持续很长的时间。这也就意味着诸侯割据的乱战时代可能要到来了。张毅深吸了一口气，人命如草芥的时代也将到来了。一只比老虎还高大的变异猫蹲在雪地里，身上都覆盖了一层积雪，目光炯炯地盯着避难所，眼神里带着一丝疲惫。看样子和手持宝刀的梁月战斗，梁月体力几乎消耗殆尽，而他的状态也不乐观，他的身上被宝刀留下了不少伤口，所以他才会选择跟随张毅和杨欣欣过来。毕竟对他而言，只有杨欣欣才是值得他信赖的人类。如此说来的话，张毅是有机会收服他的。走吧，我们出去喂猫。张毅对杨欣欣说道，他自己换上了装备，也给杨欣欣穿上了厚厚的防寒服，然后打开门走出了庇护所。
喵呜！见到张毅之后，变异猫警惕地喊了一嗓子。坐在轮椅上的杨星星朝他招了招手：“花花，别怕，到姐姐这边来。”张毅笑眯眯的一伸手，打开异空间的门扉，哗啦啦啦，猫条、小鱼干合成袋的猫粮如同小山一般掉落下来。花花乖，过来吃点东西吧。花花死死盯着地上那一大堆的食物，尤其是看到猫条的时候，张毅甚至注意到他的喉头都蠕动了几下。他虽然对张毅拿出来的食物很眼热，可还是没有靠近，反而是后退了几步，死死盯着张毅和那些食物。轮椅上的杨星星笑着对张毅说道：“哥哥，花花是流浪猫，警惕心很高的。我当初也是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才和他打好关系。”张毅揉了揉自己的脸，笑道：“1个多月的时间，我倒是不在意，可是我担心他去袭击徐胖子所在的村子。虽然他不在意徐东村村民的死活，可是徐胖子是他很看好的小弟，万一花花惹出了祸端，以后搞僵了2个人之间的关系总是不好的。毕竟这只猫也算是被他引过来的。”他想了想，对花花说道：“喂，花花，我知道你现在还不信任我，但是我可以给你提供食物，不过你得答应我，不可以去袭击江对面的村民，可以吗？”花花扭头顺着张毅手指的方向望去，又看了看张毅面前的一大堆食物，竟然缓缓点了点头。喵呜，这也算是达成协议了。那好，就这么办吧。张毅是了解猫这种生物的，尤其是流浪猫，最难以建立对人的信任，所以得慢慢来。反正他在异空间中的宠物零食多的是，自己又不吃，就拿来喂养它好了。不过这么大一只猫，饭量可不小，以后得找些其他食物来喂养它才行啊。话刚说完，那只10几米长的巨大变异猫，竟然变成了一只普通体型大小的狸花猫。女人们大概是太久没有见到猫了，一个个趴在窗前，看得眼睛里桃花泛滥。它可以变换自己的形体大小吗？张毅颇为惊喜，这样一来的话，饲养它所需要的食物都能节约许多，这不是当然的喽。陆可然抱着胳膊哈哈笑道：“大哥，你的生物学看样子学的不是很好嘛？如果它一直都是这种体型的话，天青学院那些家伙根本填不饱它的肚子。”此时，在徐家镇西边27公里的位置，这里曾经是天海市一片新开发的城区，透过冰雪还能看到一座座楼房。从这片新城区的建筑当中，缓缓走出来2个人，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组合，一个2米多高，身体壮硕的如同巨熊的男人，以及一个衣服单薄、体态灵巧的女人。他们全都穿着白色的衣服，在雪地里面不仔细查看都发现不了2人的存在。谢欢欢和刘子阳来到了徐东村之外，立刻引起了村子里饲养的雪橇犬的警觉。汪汪，村头的一条狗叫了起来，整个村子的狗也都跟着叫了起来。这样的动静让全村的老少都如临大敌，民们全都拿着家伙牵着狗赶了过来。谢欢欢与刘子阳见到那么多人，也是忍不住眼睛中露出惊讶的神色。想不到这个地方有那么多幸存者，他们非但没有冻饿而死，反而是维持了村落的规模，简直是不可思议。一个分支的领头人端着猎枪，冷冷地问道：“你们是什么人？来我们徐东村是想干嘛？”谢欢欢微微一笑，走上前说道：“我是天海军分区少尉，这次代表官方组织前来搜查和帮助雪灾中的幸存者，你们不要紧张。”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了自己的证件，向村民们进行展示。村长徐东堂跃众而出，满脸堆笑地说道：“原来是领导来了，欢迎欢迎，快去准备好酒好菜，今天是上级的领导下来视察，咱们一定得招待好了。”谢欢欢问道：“老伯，这么大的雪灾，你们村子好像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这是怎么做到的呀？”徐东堂闻言，立刻挺起胸膛，打算在领导面前表现自己一番。首先肯定是因为我们徐东村的人自立自强，有着顽强的拼搏精神，没有被雪灾所打倒。其次呢，我这个村长也发挥了一些作用。实不相瞒，我平日里就有教导他们多多储备粮食，以防不时之需。因此遇到雪灾，我们的村民没有因为粮食的问题而发愁。不是我自夸，整个徐东村就没饿死过1个人。谢欢欢和刘子阳对视了一眼，眼神当中流露出一抹意味深长。最近一段时间，你们村子里面有没有人发生了什么古怪的变化？就是那些身体发生变异，拥有异于常人能力的人物，我相信你们朝夕相处，如果有谁发生了变异，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如果你们可以提供有用的情报，组织上会对你们进行非常丰厚的奖励。徐东堂赶紧说道：“领导，我倒是有一个怀疑的人，只不过那个人也不是我们徐东村的，我们不太了解。那个人叫张毅，他就住在我们江对面的云区庄园里面。那个张毅可是个魔鬼一样的人物啊，他一个人就把我们徐东村100多口子人给杀死了。我们对他是敢怒不敢言，只能够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面吞咽。领导，现在你们来了可就太好了，你们一定得为我们做主啊！”谢欢欢和刘子阳此行前来的目的本就是寻找张毅，歪倒正着让他们在这里得到了情报，2人心中也是高兴，只要完成了最后一项调查任务，他们就可以回基地复命了。而且徐家镇的存在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意外之喜。谢欢欢掏出自己的仪器，把徐家镇的事情向西山基地做出了汇报，发现大型村落徐家镇有幸存人口2000人左右，并储存有大批粮食。被发现一人从徐东村那里，他们已经得知这座101号别墅就是张毅住的，而且周围有许多的陷阱，所以晚上过来的时候，2人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刘子阳取出一块军用的战术目镜，目光望向眼前的雪面，那些埋藏在雪堆下面的陷阱都一览无余地呈现出来。幸好提前得到了消息，要不然的话，贸然过去说不定会受伤。谢欢欢不以为然的一笑：“你在这里等着我。”说完之后，便迈步走向墙角，那面以特殊合金打造而成，可以抵挡炮火直射的厚重墙壁，忽然变成了空气一般，又或者可以说是谢欢欢自己变成了空气，轻若无物地走了进去。下一刻，他就来到了张毅的庇护所之内。一进入庇护所之内，他就被那种温暖的感觉所彻底包裹。谢欢欢心中非常惊讶，这里竟然比西山基地还要温暖。我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他的手里面肯定掌握着大量的物资，无论是食物还是能源，他都不会欠缺，否则的话，不可能享受着如此舒适的生活。谢欢欢嘴角扬起一抹微笑，正当他打算继续在房间里探查一番的时候，忽然听到了一声猫叫。谢欢欢心中陡然
然一惊，想到自己还不了解张毅这边的底细，他不敢继续冒险。这座庇护所的重要程度比西山基地高层认为的要高出许多，但是谢欢欢也不愿意就这么离开，他决定给张毅留下一些什么东西，震撼一下他的内心。那么之后，说不定可以兵不血刃的拿下这个地方。谢欢欢从大腿上拔出一把军刀，然后放在了客厅的桌子上。做完这些之后，他扭头进入了房间的阴影之中，又如之前那般鬼魅的消失。谢欢欢从墙壁走出来，刘子阳还在外面等着接应他，见到他这么快就出来了，急忙问道：“有什么发现没有？”谢欢欢的眼睛里满是兴奋，收获很大，我们先回去，路上我和你慢慢说。刘子阳听命行事，让谢欢欢坐在他的肩头，然后迅速的离开了云雀庄园。可是此时正在睡梦中的张毅也被惊醒了。张毅迅速的穿上衣服，然后拿着枪打开了房门。很快他就发现了桌子上放着的那把黑色军刀。张毅的瞳孔猛地一缩，后背都起了一层白毛汗。这种军刀绝对不是他的，庇护所里其他几个人身上更不可能有这种东西。那到底是谁把它放在这里的？更可怕的是谁竟然能够绕过庇护所那堪称无法攻陷的防御，悄悄来到客厅，把它放在这里。对方能够悄无声息潜入他的房子，是不是意味着哪一天也能溜进来取走他的性命？张毅吞了一口唾沫，但很快还是回过神来，家里面到处都是有监控的，只要查一下就知道有谁进来过。通过监控，他清清楚楚的看到，从房间角落的阴影里面缓缓走出来一个穿白色紧身衣的女人，那面坚固的墙壁竟然如同空气一般没有阻挡她分毫，竟然还有这样的异能。张毅看完这段视频，感觉有一片阴霾出现在自己头顶，有这样一个异人的存在，对他而言是巨大的威胁。再坚固的庇护所也没有作用，更可怕的是，他临走的时候还在桌子上面放了一把军刀。张毅也是玩刀的人，所以明白这种刀不是普通人能够拥有的，怕是部队里面制式的武器。这样一个人，如果放走了他，将来会对他造成多大的威胁？张毅的眼眸当中，强烈的杀机疯狂地涌现了出来。那个女人必须得死，绝对不能让她活着。花花，跟我出去，把入侵者给杀了。张毅对蹲坐在桌子上的花花说道。喵呜！花花张大嘴叫了一声，两只眼睛像是灯泡一样散发着幽蓝色的光芒。张毅没有着急出去，而是先在客厅里面把自己全身上下都给武装了起来。附近没有听到发动机的声音，对方不可能是开车过来的，所以他跑不远。他一边穿衣服，一边调出庇护所外面的监控，查看对方离去的踪影。通过红外摄像头，他捕捉到了2个离去的身影。2个人没关系，先干掉那个能潜入庇护所的女人再说。张毅穿戴好了装备，手中拎着一把大狙，然后带着花花就出了门。花花，能闻到他们的气味吗？张毅看向花花，喵呜！花花自信地嚎了一嗓子，那不是当然的喽。下一刻，他的身躯急速的膨胀，变成了一只长10几米的庞然大物。花花趴在张毅跟前，示意他坐上来。在雪地之中，他的速度可是比雪地车还要快的。张毅看着他背部那些比钢钉还要锋利的毛发，有些担心的说道：“我怕扎屁股。”花花反应过来，背部的毛发很快就变得软趴趴了。张毅这才放心的坐了上去，可不许太过激动，突然扎我的屁股。张毅提醒花花道。花花翻了个白眼，有些不乐意的喵呜了一嗓子，对张毅的不信任表示不满。等他坐稳之后，花花柔软的大脚掌在雪地上用力一蹬，竟然直接跃出去10几米远。张毅抱着大狙，通过战术目镜死死的盯着前方。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他都不能让那个女人活着离开。一人一猫风驰电掣，迅速的消失在了云雀庄园，朝着西北的方向追了过去。而此时，谢欢欢和刘子阳乘着雪橇，满心欢喜的准备回去。这一趟搜查，他们的战果只能够用大丰收来形容。除了找到一个人口旺盛、物资充沛的村镇，还发现了张毅身上的秘密。只要回去汇报给高层，绝对是大功一件。谢欢欢的脸上是止不住的笑容，哪怕是午夜冷冽的冰雪都不能弱化几分。拉雪橇的狗开始有些焦躁不安起来，只是嘴巴被嚼子套住了，无法发声，只能够呜呜的闷哼着，然后拼命往前跑。聊得正起劲的2人，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毕竟天气太冷，狗儿闹情绪是常有的情况。就在这时候，刘子阳的视线当中，谢欢欢的脑袋忽然往旁边一歪，一串雪花从他的太阳穴迸溅出来，他的笑容仍然停留在脸上，可是眼神却迅速的失去了光泽。谢欢欢的尸体毫无征兆的从雪橇上掉落了下来，刘子阳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搭档死在面前，不足1秒钟的时间，对他来说却如同度过了漫长的1个世纪。下一刻，他本能的反手拔枪，对准了身后。夜幕之下，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远处，妖猫花花的背上，张毅举着大狙，精准的从2000米开外的位置狙杀了那个能穿墙的女人。刘子阳的视线当中，张毅和花花的身形都太小了，他的枪也完全没有这么远的射程。可是在他犹豫的瞬间，张毅已经完成了换弹，又是一发子弹射了过去。加装了消音器之后，狙杀别人的时候动静小了非常多，这么远，对方也只能够通过弹道来判断他的方位。张毅本以为这一枪就可以将那个壮硕的男人带走，可是在他的视线当中，那个男人的身形忽然鬼魅的变化，竟然在半空中留下了一道道残影。靠着这种鬼魅的身法，他竟然险之又险地躲开了张毅的子弹。该死的，到底有多少异人？张毅头皮有些发麻，虽然他猜测过会是这样一种展开，但真的遇到2个异人同时出动，还是忍不住暗暗心惊。可是现在不管对方是什么人，他必须要让对方死在这里，绝对不可以让对方把关于他的情报给带回去。可是就在这个间隙，刘子阳已经以熟练的技巧抓起谢欢欢的尸体，然后躲藏到了一个雪坑里面，从身上取出设备，向西山基地发送了求救信号。张毅从花花身上跳下来，背靠着雪地，对花花说道：“花花，你去把那个人逼出来，然后我用狙远程支援你。”花花朝着刘子阳躲藏的方向跑了过去，一开始还
还是在雪地中的冲锋，但是很快他的身躯就在雪地中滚了起来，变成一个巨大的黑色刺球，浑身坚硬的黑色毛发如同钢针一般，轰隆隆朝着刘子阳的位置碾压过去。刘子阳本来还打算依托地形跟张毅打持久战，然后等待援军过来，可是耳朵里忽然传来巨大的轰鸣声，他小心翼翼地取出手机作为反光镜查看，结果看到的一幕让他吓得瞳孔紧缩。这是什么东西？只见到一个巨大无比的黑球朝着他狠狠砸过来，这玩意超乎他的想象。说时迟那时快，刘子阳低着身子，迅速地往旁边移动，轰！花花直接把他刚刚所在的位置碾出一条几米深的路径。刘子阳刚刚松了口气，却忽然发现那个巨大的黑球突然停了下来，然后在他不远处化作一只巨大的黑色怪物。喵呜！花花怒吼着，浑身的毛发如同钢针一般竖了起来，然后以 S 型的路线朝刘子阳冲了过去。刘子阳慌忙架枪开始射击，然而普通的子弹对花花的伤害并不大，打在他身上的钢针上，火星四溅。花花虽然吃痛，但是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伤害，叫声更加凄厉地扑向他。刘子阳再次使用了他那种鬼魅般的身形，在雪地中飞速地躲闪。一个人的身形竟然能够与猫科动物不相上下，实在是怪异。可他能够躲开花花的攻击，就没有办法隐藏自己的身形。遥远处，张毅架着狙一直都在等他，他一露头，张毅就扣下了扳机。